那今天的抢先试驾主角就是我身旁的这一台追风 CDM， 对，没错，又是全网首试。静态体验方面呢，咱们就不多说了，重点就是前脸变了，轮毂变了，其他地方的车身尺寸包括内饰呢，和老款的追风 PHEV 都是一模一样的，而重点就在于这台车开起来到底怎么样。那关于这一台追风 CDM， 我知道你们最关心的一点就是这台车的发动机啊，到底是不是最新的第5代混动张扬发动机？很遗憾告诉大家，并不是的，还是老款的发动机，然后再加上3档混动变速箱。那可能有人就说了，你这改款改了个积木啊，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那我这2天开下来，其实感触比较深的一点就是，这套混合动力总成呢，其实相比之前的追风 PHEV 优化了很多了，完善度做得非常好了。首先就是它的平顺性做得特别的棒。之前大概在55公里左右，50到55公里左右吧，会切入2档，然后会有一个小顿挫。但是现在的话，其实你不管加速减速，这一套变速箱都能够做到非常的平顺。你要把这一台 1.5T 发动机跟3档混动变速箱呢搭配的很好，做到无感，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。那目前来看，我觉得改款之后这台车它的动力总成的平顺性做得更好了。那除此之外，这台车还有什么亮点？这一套动力总成的动力性能相比同级别车型确实要好很多。同级别这个价位可能给到你自然吸气发动机，然后动力性能会弱一点，但这台车可以做到7秒左右的加速性能。然后我带大家来体验一下，我们直接切换到运动模式。切换到运动模式，我们就来模拟一下，刚上高速，然后进大道开始加速的过程。我们直接从时速80加速到100，来，3、2、1，走你。90、100、110、120，哇！看见没？就是这么游刃有余。哇，这个加速性能，尤其到后段，你会觉得它越来越猛。再体验一下，来，3、2、1，走你。很轻松，高速超车非常轻松，这个就是你跑高速的底气，对吧？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点就是这台车的底盘调教，别说，还真有欧洲车那种味道了，就是它底盘的，表现支撑性很好，然后很 Q 弹的一种感觉，尤其是像这种变线、转弯，底盘给到你的支撑性是比较有信心的。就算你去走烂路的话，你也不会觉得很颠，因为它的底盘还是比较厚重的，然后最重要就是很紧绷、很工整。其实我挺喜欢这种驾驶体验的，开起来相比一般的家用车，你会觉得它会更灵巧一些。这一台车它的动力总成优化之后呢，亏电油耗也会相应做得更低一些。官方的亏电油耗大概是100公里6升不到，还挺省油的。除此之外的话，这台车还有105公里的纯电续航，所以日常你也完全可以当做一个电动车来开。总体来说的话，这台追风 CDM 是比较顺手好开，而且比较省油的类型。那另外一点还想说的就是这台车的内饰，这台顶配车型的内饰做的真的挺漂亮、挺精致的，包括这种颜色的搭配，还有车机系统825的芯片，这些都没得挑。OK， 那最后呢，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。那这一次追风 CDM 的上市呢，其实比较大的变化就在于它整套动力总成的匹配上会优化了很多。至少目前来看的话，这一套混动系统它的平顺性、它的性能，还包括油耗这一块都会有非常大的提升。而重中之重的是什么？肯定是价格，对吧？老款的追风 PHEV 它的指导价格是15.28万起售，现在的追风 CDM 它的起售价格是12.98万，所以这个价格确实降了很低，而且在这个价格区间内给到你 1.5T 的发动机，3档混动变速箱，还有100多的纯电续航，同级别还有其他车型吗？好像是没有了，对吧？所以如果你的预算不够的话，你就图着省钱经济来了。我觉得12.98万的那款车，虽然它的配置相对低一些，但是性价比真的挺高的，对吧？那当然了，如果你的预算更高一些的话，我觉得我们这台顶配车型14.98万的也可以无脑上，因为整体的内饰的精致感呀，包括驾驶辅助系统等等方面呢，也会做得更加全面一些。OK， 那本期的抢先试驾呢就到此结束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有趣有料，欢迎关注汽车天涯。